人们谁懂啊？未婚夫跑去找皇帝告状，问题是他不知道龙椅上的皇帝是我亲哥。今天这个瓜竟然吃到我自己身上了。陛下，我要娶刘婉宁，苏寒烟只能做妾。好，好，好，你是真不看攻略啊！你挺牛逼克拉斯啊，当着我亲哥的面儿要把我降成妾。沈凌渊，臣在。你也挺牛逼啊。陛下，微臣绝非薄幸之人，实在是苏家姑娘性情乖张，不守妇德，微臣实在无法与之共度余生。不守妇德？你说谁不守妇德？我在将军府里，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偶尔去御膳房蹭点心。我连你家大门都懒得进，我怎么就不守妇德了？我爹那意思很明确，先别动，让陛下处理。行，我看我哥怎么说。龙椅上的萧恒是我亲哥，上辈子跟我争过最后一块红烧肉，为了抢遥控器，把我从沙发上踹下去的那个男人。哦，你再说一遍，让谁当妾？陛下，犬子不懂事，冒犯了陛下。朕问的是他，安远侯世子，朕让你再说一遍。明明是盛夏，我却看见好几个文官在发抖。陛下，微臣只是什么？这个姿势我太熟了，上辈子他靠在沙发上看别人打游戏翻车，就是这个姿势，慵懒随意，但眼神冷得能冻死人。你是觉得朕封的这门亲事不够好，还是觉得镇国将军的嫡女配不上你安远侯府？微臣不敢，微臣绝无此意。那你是什么意思？微臣，你方才说苏寒烟善妒成性，容不下人。微臣不守妇德。她嫁你了吗？上尉还没嫁你就嫌弃人家，你是觉得朕的旨意不算数？微臣惶恐。惶恐就对了。传旨，奴才在。安远侯世子沈凌渊，当殿辱及朝廷命妇之后，狂悖无礼，革除世子之位。陛下，我哥，我亲哥，就是这个味儿。上辈子你能为了一包辣条让人转学，这辈子你还能为了一个橘子让人丢爵位，我就知道跟你穿越不亏。说起穿越这件事，其实挺离谱的。3个月前，我和我哥在出租屋里抢遥控器，他要看历史纪录片，我要看综艺。我一个大学生，期末考试刚结束，就想看点不用动脑子的东西，过分吗？你天天看那些有什么用？你天天看纪录片有什么用？考公又没上岸。意识模糊的最后1秒，我听见他骂了一句，具体什么字就不复述了，总之很脏。小姐醒了，小姐醒了，快叫老爷，快叫夫人！我的第一反应，谁在 cosplay？ 第二反应，这床真软。第三反应，我哥呢？不是，我哥呢？我哥去哪儿了？小姐，您在说什么？您哪来的哥哥？我后来花了3天时间才搞清楚状况。我穿进了一个叫大圣朝的朝代，我的身份是镇国大将军苏萧的嫡长女苏寒烟，今年16岁，已定亲，未婚夫是安远侯世子沈凌渊，而我哥，他穿成了皇帝，大圣朝的皇帝，先帝驾崩，太子登基，他穿进了太子的身体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新皇萧环，19岁，而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苏寒烟，你是不是欠我30块钱还没还？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哥。登基大典之后第3天，我溜进了皇宫，确切地说，是我走到宫门口，跟侍卫说我找皇上。啊！我找皇上，你进去通报。苏姑娘，请随奴才来。
都退下。苏寒烟，你知不知道我穿过来3天了？3天，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奏折全是繁体字，我看了半天看懂。文武百官说话全是知乎者也，我快疯了。我也快疯了，但看到他那张脸，虽然不是原来那张，但那个暴躁的表情一模一样。哥，你穿成了什么？将军的女儿？嫡的。有婚约？有，安远侯世子。安远侯？哪个？你问我，我问谁？你是皇帝，你不知道？安远侯沈家，世子沈林渊，18岁，文武双全。看着还行。你帮我把亲退了。为什么？你觉得我会嫁给一个古代人？也是，但不能现在退。为什么？我刚登基，朝堂不稳，苏将军手握兵权，是太子，是我这具身体原主人最大的靠山。现在动他女儿的婚事，朝中会不稳。你什么时候懂这些了？我好歹看了10几年历史纪录片，你以为白看的？你考公没上网的纪录片？滚！总之，从那天起，我和我哥达成了一个共识，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互相不认识。他是皇帝，我是臣女，私底下该吃吃该喝喝，他帮我搞定一切。日子就这么过了3个月，我在将军府里过得挺滋润。苏老爹是个典型的武将，虎背熊腰，平时不太会表达感情，路上随手买的，但每次出征回来都给我带各地特产。苏夫人温柔体贴，唯一的缺点是总催我学女红。寒烟，今日再秀2个时辰。宣苏将军府嫡女入宫请安，宣苏寒烟入宫向太后敬茶。我哥每隔3、5天就以各种理由召我进宫。我编不出理由了。那就直接说你想见我。你是想让满朝文武以为朕跟臣女有一腿？你恶不恶心啊？你是我哥。他们不知道啊。最后的折中方案，太后娘娘身边缺个伴读的姑娘。太后是个和蔼的老太太，整天吃斋念佛，对我特别好。我就以扮太后为由，3天2头往宫里跑，其实是跑去养心殿蹭我哥的御膳。御膳房做的桂花糕是一绝。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着。苏寒烟擅妒成性，不守妇德。直到沈林渊那个狗东西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跪着请求把我贬为妾，还他妈说我不守妇德，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陛下开恩！李公公，奴才在。既然安远侯世子觉得苏将军之女配变不上他，那朕成全他。这门亲事退了。他居然高兴了一瞬，他以为自己得逞了。他以为皇帝退了婚约，他就能顺理成章娶刘婉宁了。我哥嘴角勾了一下，上辈子他打游戏对面送人头的时候就是这个笑。另外，沈林渊无礼于朝堂，藐视君恩，世子之位革除，即日起闭门思过3月。至于安远侯府世子之位，沈临安，沈林渊的亲弟弟，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小透明。安远侯次子沈临安，忠厚纯良，着即册封为世子。我沈临安被这突如其来的圣旨砸得整个人都傻了。他终于意识到一件事，他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把自己的世子之位搭了进去。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把整只鸡赔了进去。哼，哥，牛的。退朝了，正好去找我哥算算今天这笔账。门关上。那个姓沈的是不是有病？他脑子被驴踢了吧？当着满朝文武说我不守妇德，
我连他家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我穿越过来第一天就看他不顺眼，那小子走路鼻孔朝天，像欠他800万。重点是他居然还高兴了，你看见没有？你说退婚的时候，他嘴角翘了一下。我当然看见了，所以我顺手把他世子废了，给他弟，他弟看着比他顺眼。你说他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还能为什么？柳家那个闺女呗，理不存当。什么东西？1个月前，丞相柳正言试探性地向安远侯府提过联姻的意向，安远侯没应。但沈林渊私底下跟刘婉宁见了4次面。你怎么知道的？我是皇帝，我让人查的。你什么时候让人查的？你上次来宫里说沈林渊给你送了一盒发霉的点心，我就让人查了。上个月，沈林渊确实给我送过一盒糕点，打开一看，上面全是绿毛。我当时还以为是厨子失误，根本没太在意。所以你那时候就在盯着他。你以为呢？有人敢给我妹送发霉的东西，不盯着等着过年？行了，别煽情，说正事。婚退了，你接下来怎么打算？什么怎么打算？你不会真想在将军府吃一辈子闲饭吧？有什么不好的？你是皇帝，我吃你的喝你的，天经地义。苏寒烟，你上辈子啃老就算了，这辈子还啃。你是我哥，我啃你不是啃老，是啃哥。你听我说，朝堂上不太平，柳正言这个人我查过，他在朝中经营了10几年，门生故意遍布6部。先帝在的时候他就已经伟大不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婉宁盯上沈林渊，不是看上他那张脸，是因为安远侯手里有3万精兵，再加上苏将军的5万，大圣朝1大半的兵权都握在这2家手里。柳正言如果把这2家都拉拢过去，所以你今天废沈林渊的世子，不光是为了给我出气。出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沈林安那小子我观察过，老实本分，不跟柳家来往，把世子之位给他，等于从柳正言嘴里拔了一颗钉子。你真的只看了10几年纪录片？加上半年考公薄习班。那你怎么没考上？你再提这事，我让你嫁去突厥和亲。陛下，丞相柳正言求见。隐藏好。宣。柳正言，大概50出头，面容清苏，胡须修得极整齐，走路不急不缓，腰板挺得笔直，一看就是只老狐狸。微臣参见陛下。丞相免礼，见朕何事？陛下，今日朝堂之事，微臣斗胆进言，处置虽合规，但只怕朝中议论纷纷。毕竟沈世子也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丞相的意思是，朕的处置重了。微臣不敢，只是否什么？陛下以为登基不久，正是需要广施恩泽的时候。若因一桩儿女私事，伤了与安远侯的君臣情分，丞相，朕记得沈林渊提到的那位丞相嫡女，就是令丫吧？正是，微臣教女无方，让陛下忧心了。令丫与沈林渊私色来往之事，丞相知道吗？陛下的意思是？没什么意思，随便问问。丞相退下吧。微臣告退。他慌了。你故意的？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阴？我哪有？我只是据实以告。行了，我走了。苏老爹还在宫门口等我呢。等等，今天御膳房新做的桂花糕，带走。退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1天之内便传遍整个京城。听说了吗？安远侯世子当殿被废了。什么原因？说是得罪了苏将军府。我听说他想纳妾，把苏家姑娘给得罪了。不是纳妾，是想把苏家姑娘降为妾。他胆子不小啊！苏将军那脾气，他敢有什么用？皇上直接把他世子废了。小姐，外面都在说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呢，还有人说皇上是看上您了，所以才……谁说的？这种话你出去给我辟谣！可是小姐，皇上确实对您……那是我差点说漏嘴，那是陛下圣明，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要是传成我哥喜欢我，那画面简直不堪设想。韩嫣，爹，
婚退了。苏老爹别看长得5大3粗，你什么想法？其实心思很细。他没有问我难不难过，也没说什么爹给你做主的场面话，只是直接问我自己的想法。没什么想法，退了就退了，本来我也不想嫁他。那天在大殿上，陛下的反应，陛下似乎对此事格外上心。不好！韩嫣，爹问你，你跟陛下……爹，您别瞎想，我跟陛下之间清清白白，他就是觉得沈凌渊不像话，替您女儿出头而已。行，爹信你，但以后进宫带着翠直，别一个人乱跑。知道了，知道了。对了，沈家那小子送你的佛眉糕点，爹已经让人原封不动寄回去了。哦。外加一盒新鲜的马粪。爹！用锦盒装的，上面还扎了缎带。苏孝将军，好家伙，怪不得我哥说跟苏老爹合作愉快。这爷俩一个阴一个虎，搁在一起简直天作之合。与此同时，安远侯府，逆子，你给我出来！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惹了多大的祸？世子之位没了，给你弟了，你弟！你跟我说实话，柳家那丫头是不是你自己看上的？父亲，柳丞相答应我。答应你什么？答应你娶了他女儿就能飞黄腾达？你脑子呢？你有苏将军府的婚约，你是皇帝亲封的世子，你还想要什么？苏寒义不过是个莽夫的女儿，柳婉宁才貌双全，又是丞相嫡女。莽夫？苏萧是莽夫？你有几个脑袋够苏萧砍的？皇帝刚把你世子废了，你还嘴硬？父亲，女儿知错了。你知什么错？你跟沈凌渊私下见面，被皇帝的人盯上了。你可知道今日朝堂之上，皇帝问我知不知道此事？女儿以为事情会顺利。顺利？你以为让沈凌渊去求皇帝，皇帝就会答应？你以为退了苏家的婚，你就能嫁进安远侯府？婉宁，为父教过你什么？先谋后动。那你今天做的叫什么？罢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世子之位没了，沈凌渊现在不过是个废人，这步棋废了。父亲，但也不是没有转机。皇帝今天发了大火，表面上是在护苏家，但为父总觉得不太对。哪里不对？皇帝对苏寒薛的态度太过了。仅仅是臣女，不至于让天子如此震怒，除非皇帝跟苏寒薛之间有些别的什么。父亲的意思是，先查清楚皇帝和苏寒烟的关系。如果真有什么把柄落在咱们手里，我不知道这些。我现在正在琢磨一件大事，开奶茶店。没错，我是个现代人。我上辈子虽然只是个普通大学生，但我会做奶茶。大学期间，我在奶茶店兼职过半年。这个世界有茶，有牛奶，还有红糖。理论上，我完全可以做出奶茶。小姐，您怎么了？翠竹，奴婢在。去帮我买3斤茶叶，5斤鲜奶，10斤红糖。小姐，您要干什么？搞钱。我不能一辈子靠我哥，万一哪天穿回去了呢？又万一永远穿不回去呢？不管是哪种情况，手里有钱总比没钱强。更何况将军府的布料虽然不差，
但款式实在太老了。等我有钱了，得先给自己搞几身好看的衣服，然后让沈凌轩看看什么叫后悔莫及。退了我，行，你会知道你退的究竟是什么人。奶茶的研发比想象中困难，主要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原料。这个世界的茶叶品种跟现代不太一样，涩味重，回甘慢。牛奶倒是纯的，可惜没有炼乳，也没有淡奶油。小姐，这像刷锅水。比昨天好一点，但也太甜了。我在后院的小厨房里整整折腾了3天，茶香先到，然后是奶的醇厚，最后红糖的甜尾巴轻轻勾了一下，入口丝滑，余味绵长。翠鱼，奴婢在，你尝尝。哎，别喝了，那是样品。小姐，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喝？奶茶。奶茶就是奶加茶。小姐，这个要是拿出去卖，一定能赚大钱。那当然。可做生意这件事，我一个将军府嫡女，抛头露面不太合适。我需要找个人帮我跑前台，我还需要启动资金。哥，借我点钱。多少？500两。做什么？开奶茶店。什么？奶茶，就是奶加茶。我知道什么是奶茶。你要在古代开奶茶店？对，我研发出来了，味道很好。行，给你1000两。我都做好跟他讨价还价的准备了，没想到他不仅答应，还直接翻倍了。真的？别用苏家的名号，找个信得过的人，用按铺的形式开。还有，分我3成。什么？你是皇帝，你还跟我分成？当皇帝也穷，你知道修一次宫殿多少钱吗？国库没钱，朕的私房也没多少。这一幕也太魔幻了！大朝的皇帝跟他穿越的亲妹妹合伙开奶茶店，成交。73，我7你3。64。73。6。哥，橘子我以后不给你带了。73就73。对外就说这是您自己的小本生意，不能让人知道苏家才是背后的东家。小姐放心，老奴明白。客人问奶茶是何物，你们便说这是用上等茶汤与鲜牛乳调制而成的新式茶饮。这是用上等茶汤与鲜牛乳调制而成的新式茶饮。名字是翠楚起的，我没拦住。这奶茶是何物？小常，那便先来一碗原味的。再来一碗红糖的，桂花的也来一碗。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奶茶。奶茶怎么先入汤了？奶茶，好像又回来了。7天之后，东市最火的店，不是隔壁100年老字号的茶楼，而是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寒烟茶坊。翠竹，你猜我们赚了多少？100两？800两，半个月800两，减去成本，净赚600两。这是你的奖金。小姐，这么多？好酒。寒烟有心了。240两。感觉如何，陛下？感觉你应该早点穿越。你以前不是嫌我啃老吗？现在不嫌了，继续干。但好景不长，奶茶铺火了1个月之后，问题来了。虽然味道跟我的差远了，但胜在便宜，还是分走了不少客源。
我都没开分店，哪儿来的分店？小姐，他们太过分了，这不是欺人太甚吗？翠竹，你知道什么叫品牌护城河吗？什么？算了，你不知道，帮我研发新品。新品？对，他们仿得了奶茶，仿不了我的创新速度。冰镇奶茶不行，这个时代没有冰箱，但有冰窖，皇宫里有冰窖。翠直，帮我给宫里递个帖子。3天后，寒烟茶坊，寒烟防服推出限定冰镇桂花奶茶，冰块来自皇家冰窖，对外宣称是高山天然冰。价格翻倍，排队的人反而更多了。你上哪儿弄皇家冰窖的冰去？这就是背景的力量。我哥说的对，穿越最大的优势不是金手指，是信息差。奶茶铺的事暂且按下不提，真正的麻烦来自一场宫宴。空气里弥漫着沉水香的气味，还混着桂花酒的甜腻。沈凌渊，他已经不是世子了，座位也从前排挪到了中间偏后。还有刘婉宁，如果我不知道背后那些事，可能真的会觉得她是个温柔善良的好姑娘。可惜，我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却能看出，她正在拼命忍耐无聊。今日热闹，哀家听闻在座的小姐们个个才貌双全，不如趁此机会让大家展示一番才学，也让哀家开开眼。太后娘娘，婉宁不才，愿献上一首小诗，为太后娘娘贺寿。花开富贵迎新岁，一首七言律句，用词典雅，对仗工整。日月同辉照万年。好诗好诗，不愧是柳丞相的女儿，腹有诗书气自华。不是挑衅，是比挑衅更让人难受的怜悯。上辈子期末考试前，学霸看学霸就是这个眼神。武将家的女儿应该不太会吟诗作对吧？苏家姑娘，哀家对你可是期盼已久，你也来一个如何？你行不行？太后娘娘，寒烟才疏学浅，不敢在各位姐姐面前班门弄斧。哎，别谦虚，随便来一首，哀家不挑的。对不起了李白，对不起了苏轼，这个世界没有唐宋，所以你们的诗是我的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见江月。好词，好词，好，苏家姑娘，你这一首词抵得上今晚所有的贺寿诗。来人，赏，重重的赏。我心里有一丁点儿，很小一丁点儿，爽。小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么好的词？临时想的。对不起，苏轼，下次还用你的。陛下，微臣有一事，想趁此良辰向陛下禀报。丞相请说。邻国北燕日前派遣使团，将于半月后抵京。使团中有北燕三皇子慕容季。北燕，大盛朝北方的强邻，目前勉强维持和平。北燕使团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三皇子慕容景求亲。求亲？向谁求亲？向大盛朝的贵族女子。
北燕国书上写的是身份尊贵，才貌双全，足以匹配北燕皇子。至于具体人选，自然由陛下圣裁。此事容后再议。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谁敢把你嫁去北燕，朕灭了北燕。哥，你冷静一点。朕很冷静。柳正言那老东西，他这是在试探，他想看看朕对你到底有多在意，然后拿捏朕。那你打算怎么办？先不动，等北燕使团来了再说。还有，你那个奶茶铺最近动静太大了，我听暗卫说，已经有人在查铺子背后的东家。查到了吗？暂时没有，但你小心点。这什么味儿的？新品，加了蜂蜜。还行。哼，你就不能夸一句好喝吗？不能，夸了你尾巴翘上天。但我的心里忽然踏实了，有我哥在，天塌不下来。北燕三皇子慕容介，好大的排场！他是北燕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武双全，也是下一任北燕皇帝最有力的竞争者。小姐，这位三皇子好生俊俏。收回你的口水。奴婢没有流口水。你的下巴再低。北燕皇帝最宠爱的儿子这次来大胜，名义上是求亲，实际上多半是来探虚实。柳正言在宴会上提起和亲，意图也很明显。如果皇帝不肯拿我去和亲，就说明皇帝对我的看重超出了常规。这样一来，柳正言便能借题发挥，坐实皇帝偏袒苏家的罪名。如果皇帝同意和亲，那我就完了。但我哥怎么可能同意？所以柳正言赌的从来不是我会不会嫁，他赌的是我哥的反应。老狐狸，近距离看比远处更帅，也更危险。他走路像猎豹，看人则像是在估量猎物的分量。我感觉到了那道目光的重量。苏姑娘，三皇子，宴会上那首词是苏姑娘写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好气魄。本皇子走南闯北，见过不少才女，但像苏姑娘这样，词中有杀气的，还是第一个。杀气，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丝玩味，我心里怎么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三皇子过奖了。不是过奖，是真心话。苏姑娘，本皇子很好奇一件事。什么事？你和你们的皇帝到底是什么关系？陛下是君，我是臣女，还能是什么关系？是吗？那就好，因为本皇子此行的求亲对象就是苏姑娘你。什么？完了，我哥要杀人。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娶我。放屁！哥，你注意你的身份。朕说放屁！慕容季凭什么？他一个北燕皇子，跑到朕的地盘上，对朕的臣女指手画脚，他以为他是谁？哥，你先冷静。朕很冷静，朕非常冷静。他一点也不冷静。你听我说，慕容静会对我有兴趣，十有八九是柳正言的手笔。他肯定在北燕使团到来之前就递了消息，把我包装了什么大圣第一才女之类的，目的就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你的意思是，柳正言在下一盘棋，如果你拒绝慕容季的求亲，就会坐实你偏袒我；如果你答应，朕不可能答应。所以你得想个体面的拒绝方式，既不能让柳正言抓住把柄，也不能让北燕翻脸。
我有一个办法。什么？让苏寒音自己拒绝。怎么拒绝？你是苏将军的女儿，按照将军府的规矩，女儿出嫁需父亲点头，只要苏萧不同意。可是苏老爹不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如果你下旨让我去和亲，他一个臣子怎么敢抗旨？谁说朕要下旨了？朕只要把选择权推给苏萧就行，然后你去搞定苏萧。苏老爹那里应该不难，他肯定不舍得我嫁去北燕。那就这么办，明天朝会上，朕把这件事踢给苏耀，你回去跟苏老爹通气。好，还有一件事。什么？慕容季说我的词里有杀气，你觉得呢？那首词的原作者是苏轼，你要是被人识破背诗……不会，这个世界没有苏轼。我问过太后身边的女官，也翻过皇家书库的目录，唐诗宋词在这个世界不存在。那就好，以后少背，背多了，万一被什么穿越同行认出来。你觉得还有穿越同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也对。哥，慕容季那个人，我觉得他不简单。他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时，眼神很认真，他在怀疑。我知道，你最近少进宫，别让他找到线索。好。等等，冰镇蜂蜜奶茶新品，你尝尝。滚！第二天朝会，慕容静正式递交国书，向大圣求亲。国书写的倒是很客气，翻译成人话就是把你家姑娘给我，咱俩就是好兄弟。三皇子殿下远道而来，朕甚感欣慰。此事关系重大，需从长计议。多谢陛下，本皇子愿后佳音。三皇子看的是苏家小姐，莫非他求亲的人选早已定了？陛下，北燕求亲乃两国大事，不可轻慢。微臣以为应尽快遴选合适人选，以示大圣诚意。丞相觉得谁合适，此事当由各家自行决定。微臣以为，凡京中适龄未婚的官家小姐，皆可列为备选。场面话说的倒是漂亮，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目前京城最有名的未婚贵女苏寒烟，就是我。既如此，此事便交由礼部与各府自行商议。凡是列为备选的女子，需本人及其父亲皆同意方可。朕不强人所难。需本人及其父亲皆同意，这就是萧焕的杀招。他把选择权推给了苏老爹和我，只要我们不同意，谁也强迫不了我们。柳正言如果想强推我去和亲，就得明着跟苏将军府撕破脸。一个手握5万精兵的老将军，他敢吗？寒烟，爹，北燕的事你听说了？听说了。谁敢把我闺女嫁去北燕，老子跟他拼命！爹，石桌是新买的，你别爽了，再买一张。寒烟，爹跟你说，不管是北燕的什么皇子，还是天上的什么神仙，只要你不乐意，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有爹在，有苏家军在，你怕什么？这辈子的爹虽然不是亲的，但比亲的还亲。爹，我不怕。那就好，爹现在就去给礼部递话，苏家的女儿不和亲。哼，对了，你那个什么奶茶铺……糟了，爹！别以为爹不知道，赚了多少？600两。分爹1成。成交。苏将军手握重兵，女儿又深受皇帝宠爱，如今就连两国和亲都能随意拒绝。苏家的权势是否太大了？这些话并非柳正言亲自说出口，而是他的门生、故吏和关系户在各种场合不经意的提起。萧恒自然察觉到了。
但他的应对方式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礼部尚书何在？微臣在。传朕旨意，既然北燕三皇子诚心求亲，朕便设一场比试，京中各府适龄女子可自愿参加，比文、比武、比才艺，最终获胜者由朕亲自赐婚。比试还要比文武和才艺？如果设了比试，这就不再是皇帝偏袒苏家的问题，而是靠实力说话。如果我赢了，便是名正言顺；如果我输了自然就不用嫁。更重要的是，比试自愿参加，我根本不参加就行了。柳正言终于发现自己被降了一军，皇帝只用一场比试，就把偏袒苏家的帽子彻底甩掉了。但柳正言并非没有后手。沈林圈的世子之位被废，已经1个多月。沈公子，柳丞相，你想不想复仇？什么意思？皇帝废了你的世子之位，把他给了你弟弟苏寒言。不，苏家是这一切的根源，你不恨吗？你想让我做什么？比试的时候，我需要你帮一个忙。好。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密谋什么，但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小姐，有人在查咱们的奶茶铺。谁？不知道，但铺子的老管事说有人出高价收买伙计，想查出东家是谁。给我哥递消息。是。沈黎渊、柳正言、刘婉宁，你们想查就尽管查吧，查到了又怎样？这个世界的皇帝是我亲哥，你们就算查到了天上去，也翻不了天。比试定在3日后，地点是皇家御花园。全京城达官贤贵家的小姐们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柳丞相府嫡女刘婉宁。刘婉宁第一个报名，这并不意外。让我意外的是，她不是冲着嫁去北燕来的，她是冲着赢来的。这个味道比上次的还要香。太后娘娘喜欢便好。太后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忠实客户。苏姑娘，三皇子，听说比试你没报名？我没兴趣。本皇子也没兴趣。什么意思？苏姑娘，本皇子告诉你一件事，柳丞相的人找过我，说如果我在比试中选柳家姑娘，事后柳丞相会给我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大圣西北滇防的布防图。布防图？那是军事机密。柳正言竟然敢拿军事机密做交易，这是叛国！你为什么告诉我？因为本皇子对布防图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对你感兴趣。苏姑娘，本皇子看人很准，你不是普通的将军之女，你身上有一种，怎么说呢，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气质。他看出来了。三皇子说笑了。本皇子从不说笑。还有一件事，明天的比试，柳家准备了陷阱，沈林渊主出手，你小心。我不怕沈林渊，我怕的是柳正言那张嘴。布防图，他居然敢拿这种东西做交易。布防图？哥，柳正言这是叛国。我知道，但我不能直接动他，没有实证，慕容叶的口述也不能算证据。我需要让他自己露出马脚。
怎么做？明天的比试，你去参加。我？对。柳正言设了陷阱，对吧？他还让沈离渊出手。那就让他出，我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这种眼神，我上辈子见过。上辈子他反复考公失败之后，终于找到突破口时，也是这种眼神。你放心去，该做的准备朕已经做了。你做了什么准备？你知道朕这3个月批了多少奏折吗？多少？16327份。所以呢？所以朕把这个朝堂上每一个人的底裤都翻了一遍。柳正言以为自己经营了10几年，根基很稳，10几年的经营，也意味着10几年的把柄，全在这里面。我忽然觉得，我哥能考上公务员才是正常的，考不上才是这个世界的损失。观众席上坐满了人，达官显贵、操窈窕、外国使臣，还有吃瓜群众、太监和宫女们。参赛选手一共12人，刘婉宁坐在第3号位，看起来胸有成竹。第13号选手苏寒烟。苏家小姐不是没有报名吗？怎么突然成了第13号？报名截止前1刻钟，李公公亲自把我的名字添了上去。苏姑娘，没想到你也会来。临时有了点兴趣。本次比试共分3轮，文试、才艺与策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李白。工整典雅，颇有大家之风。刘婉宁也不差，她的诗工整典雅，博得了不少掌声。第1轮，苏寒烟与刘婉宁并列第1。说实话，弹得确实很好。苏姑娘没有携带乐器，不知要展示什么？舞。嫣儿，接剑！腰稳，手腕再快些。我在苏家待了3个月，苏老爹每天都逼我练剑。我上辈子就是校武术队的。现代武术虽然和古代剑法不完全一样，但这具身体的肌肉记忆加上我的基础，3个月足够我练出一套漂亮的剑法。好，不愧是我苏振胜的女儿。第3轮，策论。治国当以文根本，以德服人，上修礼法，下教万民，方能使四海归心。说得很好，很标准，也很教科书。无文不远，无武不立。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就走不远，但没有武力就站不起来。想让邻国跟你讲道理，先让他知道你的拳头比他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先让边境上的敌人不敢过来。所以，文武从来不是2选1，他们是左手和右手，少了哪个都是残废。当然，如果有人一边嘴上说着以文治国，一边偷偷把国家的军事机密往外送，那这种人既不配谈文，
也不配论武，只配论罪。你说得好，朕也觉得该论一论罪了。陛下，丞相柳正言，朕查了整整3个月，你经营14年，贪墨赋税120万两白银，买官卖爵73起，私通北燕，这一条就够夷你3族。不，陛下，这是诬陷！诬陷？拿上来。这是你和北燕暗探往来的亲笔信，你自己的字，你自己的印。这不可能！这些信明明已经烧了。你烧掉的只是抄本，原件一直藏在你书房的暗壳里，上个月就被朕的人取走了。陛下，微臣那张经营了11年的老成持重的面具，在这一刻彻底碎了。父亲，陛下一定是搞错了，我父亲不可能做这种事。刘婉宁，你和沈林圈密谋，唆使他在金銮殿上当众羞辱朕的臣女，这件事你以为朕不知道？我没有。拿上来。那是刘婉宁亲手写给沈黎渊的信，里面详细规划了如何在朝堂上奏请退婚，如何作词才能让我名声尽毁。连这些词都是他教沈黎渊说的。陛下，是柳正言逼微臣的，微臣是被他胁迫的。闭嘴！沈林渊当殿辱及臣女，品行不端，革去一切功名，贬为庶民。安远侯薛觉义等以儆效尤。陛下，我什么都没有了。苏寒夜，你怎么能？我怎么了？沈林渊，从头到尾，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自己选的，没人逼你。我没有。你选择了嫌弃我，选择了听刘婉宁的话，也选择了在金銮殿上说我不守妇德。所以，你现在失去的一切，也是你自己选的。好，橘子很甜。柳正言叛国一案，证据确凿，判流放3000里。刘婉宁随父流放，柳家家产全部抄没。沈凌渊贬为庶民。安远侯府薛觉义等。沈临安顺利承袭了降等后的侯爵之位，这小子人还不错。苏将军，家兄先前所作所为，实在有辱门风，临安特来向您和苏姑娘赔罪。行了，跟你没关系，回去好好当你的侯爷。多谢苏将军，临安一定谨记教诲。至于慕容季，比试之后，他又在京城待了半个月，求亲的事情不了了之。柳正言被抓，他原本的交易自然也不存在了。苏姑娘，三皇子，本皇子要回北燕了，一路顺风。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北燕的草原很美。不了，我怕冷。那本皇子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和萧焕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觉得呢？你们剥橘子的方式一样。
都是先把橘子底部的蒂摘掉，然后从侧面下手。这种包法，本皇子从来没见过，但你们两个一模一样。巧合，是吗？是的。好，那就是巧合。苏姑娘，后会有期。他走了，这一次是真的走了。橘子。嗯。因为剥橘子。嗯。以后在外面别剥橘子了。你也别剥了。朕是皇帝，朕想剥就剥。那就别怪人家看出来。哥。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不知道。你想回去吗？回去干什么？继续考公。那你想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也行。这辈子当皇帝虽然累了点儿，但好歹有你在。你是不是在变相夸我？想多了。朕是说有人给朕跑腿送橘子。萧焕，你嘴真欠。叫陛下。哥。日子还长，这个世界有我哥在，就什么都不怕。后来的事，后来奶茶烟开遍了大圣朝每一个州府。娘，我还要一桂花奶茶。客官慢走，下次再来。封苏振威为一等镇国公。后来苏老爹被封为一整国公。恭贺镇国公。炊饼，卖炊饼了。后来沈凌渊在京城街头摆地摊卖炊饼为生，每次路过寒烟茶房都绕着走。他怎么每次经过寒烟茶房都绕着走？听说闻到奶茶味就胃疼。后来刘婉宁在流放地嫁了个农夫，据路过的商人说，她胖了30斤。听说这是从前柳丞相家的小姐嫁给这里的农夫后，胖了足足30斤呢。后来慕容季当了北燕的皇帝。参见陛下。北燕陛下赠大圣皇帝橘子1筐，并附亲笔信1封。陛下，这橘子拿走。萧恒看完信，脸黑了整整1天。小姐，这个月各州府查访的进账又涨了3成。知道了，给伙计们多发些奖金。哥，你以后想干什么？当公务员。为什么？稳定。没出息。现在他是皇帝。挺稳定的。还是甜的。喜欢的点点赞，谢谢。